他说这是加州最老诞生的一个地方，看到没有 ？Welcome to Old Town， 就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哦，他把这个墙还留下来哦。这加油站以前这边有城墙的哦，为什么要有城墙？很多的那个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啊，印第安人还呐、是吧？啊都啊，红番呐、我们台湾话叫红番呐、啊，这样怎样的意思啊？好，那我们现在进来了哈、那这个墙上你看也给你写的 Old Town， 那你看这边山上哦，以前都是房子，现在要盖酒店呐、因为已经成了很有名的旅游观光点。那这个地方呢，等等车子开到前面，我们人就要下车了，因为老城啊，它要保留啊。那车子每天要是经过那个房子都是那个土做的，都会垮掉嘛，这样意思不？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房子都是红瓦白墙，这是早期的特色，而且早期是没有冷气的，那要怎么样凉快？各位你们看这个屋顶啊，瓦都是2层的，而且中间有个空隙，为什么会走风啊？这样意思吧？那热气就散掉了。那这个地方呢？你看，这是最早的警察局，你看那警车，看到没有？这最早的警察局。然后你们看到这个地方，这是最早的传教士的墓地，看到没有？哦，你看这种的这个钟啊，像一个路灯一样，像是一个钟，那是西班牙皇家马德里的那个皇家部队走过的，都设一个这个样钟。所以叫 Rio Camino 啊 ，Rio Camino。那我们现在走过来，你看这个屋顶呢，瓦是不是都2层的？看到没有？你注意看他们的建筑，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宫殿，我们叫做回廊。为什么回廊？因为第一可以遮阳，第二下雨的时候你在那边可以活动。中国的那个故宫，大家去过，你看到都有回廊嘛，这样才有意思哦。是保持最好的一栋，那也是这边最老的一栋。大家看得很清楚，1853年，西班牙语，有的人可能会。casa 就是房子，那这个房子是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名字。那现在呢，改成了博物馆，里面就卖我们台湾话叫欧米亚给，纪念品店啊。说起了圣地亚哥，我想它是很多人很耳熟能详的地方。说起了圣地亚哥，是否就会让你想起了好像该讲2句欧拉西班牙语啊？为什么？因为圣地亚哥就跟以前的殖民史有很大的关系喽。殖民完毕之后，当时的西裔不是那个动物啊，西班牙裔的这个人呢，这个语言呢就传到了美西南方的这个地方圣地亚哥。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圣地亚哥这个全美历史最久的地方，不能说它非来不可，但是呢，我们要讲不来不可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1835年就被当成休闲使用的公园，这里的历史悠久，甚至曾经在1915年举办了这个世界博览会。在200多年的蜕变之后，它现在是南平加州上盖适合佚佗的好所在，圣地亚哥啊。那来这里呢，我们当然呢也可以看得到古城里面精彩的一面啊，也可以看得到古城里面呢很多人要来看看圣地亚哥它到底迷人的地方在哪里呢？被称为加州的发源地，早期欧洲移民在美国西海岸的遗址啊，这里充满了浓浓的墨西哥的风情的老镇，各式各样早期的建筑以及风味的小店外，令人食指大动的墨西哥大餐来到了圣地亚哥。圣地亚哥的电车，圣地亚哥从市中心来到了老城镇。当然来到圣地亚哥的老镇呢，最主要都围绕在这个历史博物馆、历史公园里面啊。在这里呢，进来这里面呢，你会有点感觉像进入了西部的牛仔拓荒的世界。
感受到的是热情奔放的这个墨西哥。在这老镇里的建筑呢，大部分都是18世纪保留下来建筑。但这个所在上早是印第安人来家所住的所在。西班牙人在1542年第一次来到圣地亚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嘛，所以西班牙在1542年第一次来到圣地亚哥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一直到了1769年才在这个地方来有所定居。那当时呢，就迫使当地的印第安人呢必须离开。1821年的时候，墨西哥脱离了西班牙的独立。没多久，在1846年，加州就被美国并成为美国的一州。历史就是这样，总是它是有很多不同的轴线呢，去交错组成。今天圣地亚哥这块地，它是美国的，但是你知道吗？当时圣地亚哥是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加州被美国并为其中美国的一州，以前并不是美国。那你就知道它的特色在哪了哦。1969年，加州州政府呢把老镇纳为了州立公园，公园内有广场展出博物馆及过去那个年代的生活示范，聚集了37座拥有历史性木造及泥砖造的房屋，每一栋建筑都是经历过了历史的考验而存留下来的古建筑物啊。这个老城就给人家一种早期墨西哥移民的感觉。在这里，市政府、邮局、餐厅、学校，他们家都是感受的以前所留下来的风格啊。圣地亚哥保留下来的建筑、装潢、生活环境等等，全部被留下来啊，包含了像这里可以看得到那个骷髅头啊，是万灵节的一种象征符号啊。也把从墨西哥那边呢带来这个地方放着啊。圣地亚哥是加州的发源地啊，最初西班牙人来这个地方开垦定居，经历过墨西哥人的统治，后来它才变成了美国的一个部分。老城区里有的古老的木造或泥砖造的历史性的建筑，每一小栋的建筑都有可能是商店工厂，也有可能是教堂或戏院等等。整个老城镇感受出来的都是17世纪的墨西哥的风情，我们把它叫做从西班牙喝名喝来叫做圣地亚哥。这也是今时今日很多人来到没有走去墨西哥，但是呢却可以来到圣地亚哥感受一下什么？感受一下墨西哥的感觉，但是它是在美国哦。这个地方保存了这么多的建筑的实境博物馆，它展现出来就是都是当时圣地亚哥昔日的商业中心、商业城景、运输贸易往来，在这儿就是这样感受啊。美国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什么民族、什么种族都可以在美国生活，为了追求美国的民主进步。很多人说美国也有种族歧视，全世界哪一个地方没有种族歧视啦啊？在台湾也都有哦，全世界哪个地方没有哦？但是呢，能够是不同国家的人在你这一块土地上，愿意千辛万苦的跑来你的土地上做殖民，也就代表这个国家美国它的自由民主、它的创意、它国家经济力道的强盛，吸引了全世界的人过来这边。
试想看看，一个国家非常的自由跟民主，但是却是经济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人们也不会来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很多人常常会讲说，自由民主非常可贵，当然这是一定的啊。但是呢，一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死的，你这个国家是否均富，人民是否能够和平的相处，甚至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跑来大老远离开自己的家乡生长地，跑来你这个国家来居住定居的地方？经济绝对是从古至今吸引人的地方。如果今天美国，试想看看，美国是共产主义，你会来吗？我相信，只要它的经济够强大，它还是可以吸引到一定的人员过来的。那美国，更何况它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所以你也知道，由古至今，它一直都是移民者的天堂。而这些移民者的天堂来到这边呢，一个一个创立起了什么？创立起了美国独特的多元文化的风格。这也是很多人来美国想要感受投入的其中一块区域。这是我们每一次都会来到的圣地亚哥的海陆豪华大餐，真的是海陆豪华大餐哦！哇，做车超哎！位于美国西岸圣地亚哥的港口，它这里呢停着一艘非常有名的航空母舰，它就叫做是中途岛号。哎呦，这个有点绕口啊。这个航空母舰在1945年下水服役，一直到1992年，整整在大海当中执行了47年的勤务。期间呢，他还参加过了越战以及波斯湾战争。中途岛号在1992年退役之后，于2003年捐赠给了民间机构，改建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博物馆啊。现在是开放可以上去的啊。它光是中途岛号上去的时候呢，就会让你产生震撼。那不用上去了啊，光在旁边看你就已经觉得哇有震撼莫名啊。那航空母舰对我们台湾来讲，当然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少见的啦，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中途岛号航空母舰呢，对我们台湾来讲是很特别的啊，因为台湾没有航空母舰哦。那每一次听闻得到很多的这个国际新闻啊，在讲说哪一艘航空母舰啊，亲自来看看的时候，会发现哇塞，航空母舰怎么那么大艘啊？而它旁边呢，也就是有一个这个胜利之吻，在2次大战期间，在纽约时代广场上所拍摄下来的著名的历史照片。当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一名美国的水手在欣喜若狂之下，随机呢亲吻了一位身穿白衣的女护士。这一瞬间，画面就被一位在场的摄影师捕捉到了，而成了2次世界大战时的经典照片，流传到现在。后来在圣地亚哥的港边就设立了这一座雕像，很多情侣们喜欢来到这儿互许终身，他们就站在对面中途岛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之上，亲眼目睹这一幅经典又浪漫的画面。就在圣地亚哥的港口，就在中途岛号之上，这也是圣地亚哥别具让人可以大开眼界的一个地方。在美国，很多的东西因为电影推波助澜，让它变成非常著名的景点。在美国，因为很多的地方它有一个景点、一个故事、一个特色，也让这里带出了不一样的氛围。这就是美国哦。所以来到 Vigo， 你有很多看不完的东西，大大小小，几乎很多地方都曾经在哪，都曾经在电影上出现过。所以当你亲自来到美国的时候，对于很多的景点，你就会说，哎呀，这里好像在哪里似曾相识的感觉啊。其实呢是等你6跨过，所以你才似曾相识。圣地亚哥不仅仅是度假胜地，也是美国军队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中途岛航空母舰除以最后驻点之地，化身为军舰博物馆啊，每年吸引了100万游客。退休之后的人还能够赚那么多，退休之后的东西就是它啊。排水量近7万吨，比3个美式足球场还要长的中途岛号，1945年下水啊，
服役最久的航空母舰呢。50年的服役当中，参加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啊。在这有20楼高的军舰里面，拥有了18层可以用的啊。那除了在海平面上的飞行甲板控制台，它还有很多的乘机舱啊。在这光是中途岛号就有2000多个舱房，那包含了杂货店、邮局、洗衣房等等啊。甚至在这里面还有监狱啊，因为是怕阿兵哥犯罪哦，关禁闭一样哦，或者是呢抓到犯人哦，把他关起来啊。一架船啊，每一架船啊，航空母舰呢，每到一出航的时阵，它就要放上4500位船员，所有的人哦，4500位军官等等，4500，他们这个准电啊，所以你看它是不是比一个小型的社区还要来的规模庞大？真是哦不得了，也让身为在亚洲我们这种小小国家当中，可以看得到超级大国他们所做出来的这种军事武力。一路上搭船在看海景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很多的军舰，很多的军事设备啊。美国海军最大基地的大本营都在这。圣地亚哥也是美国太平洋海军以及空军的基地，在圣地亚哥的港湾铸造了许多的战舰，除了一睹航空母舰以及美军的战机，圣地亚哥也是大型观光渡轮、潜水艇的地方。走到了最南端，感受一下带有一点墨西哥风情、有一点南洋风味的圣地亚哥。那你看看这港口的另外一端，也就是现代化的摩天大楼此起彼落。圣地亚哥是最主要的港口，这个也是一个深水港，所以才有办法停泊了这么多的战舰啊。在洛杉矶成功起义之后，美国驻圣地亚哥的这个驻军呢，在1846年左右呢，也开始驻扎了进来啊。
我们走这个桥，这个桥很特别哦，到中间是不是最高？为什么？因为要走军舰呐、那个也是快艇，我们叫快艇，看到没有？在那水上跑的，头很高，看到没？那个浪很高啊，我找扣美金啊，250块美金啊，那大家就可以看到，那我们那边呢就出海了，看到没？我们右边是出海，出海的那边有一个山，蒙蒙的，有没有看到？远处不远的地方是不是有个山？那就是马赛哥啊，墨西哥啊，墨西哥离这很近墨西哥离这很近好不好？所以大家知道那边就是墨西哥，所以呢，天然良港，你看军舰有那个地方一开，看到没有？那个尖尖的那个房子，那是个酒店，那个酒店叫做凯悦哈亚，尖尖的。然后另外过来2个像我们那个瓦杯那个样子的一个形状的，有没有亮亮的？那是万豪酒店 ，Marriott 万豪。基平这个最靠近我们车子熊馆呢，希尔顿大酒店，这3个大酒店在这边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滨海就是在海边我们在高雄旁边汐止湾的圆山也很贵吧，对不对？一样的道理。